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爸40多岁的老男人了，竟然玩起白月光文学。白月光的女儿得了尿毒症，他竟然让我捐1颗肾给他。我怒不可遏，质问他凭什么要拿我的肾去讨好别人。可我爸却道德绑架我，让我学会奉献。好，不就是捐肾吗？我也给他做了配型，这不巧了，他的肾刚好能配上。爸，那小妹妹那么可爱，你不会忍心看她去死的，对吧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刚刚放学的我，还没进我家别墅的门，就听到屋里传来了争吵声。小跑进屋后，就看见我妈指着我爸的鼻子骂：“你都40多岁的人了，就算你自己不要脸，还不给宁熙留点脸吗？”我快步过去扶住摇摇欲坠的妈妈，看着满地的狼藉问道：“你们俩吵什么？吵成这样？爸，你还不赶紧给我妈道歉！”我把妈妈扶到沙发上坐下，我爸就把我拉到一边：“宁熙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爸有事儿跟你说。”还没等我开口问什么事，我妈又歇斯底里地冲他喊：“我告诉你，宁致远，你想都别想，女儿是我的命，你要是敢动她，我就带着你们全家一起去死！”我爸不管我妈的声嘶力竭，直接开口说道：“女儿，爸爸的乖女儿，有人得了尿毒症，急需肾源，爸爸希望你能去医院做个配型，如果配上了，你能捐个肾给他？”我瞪大了双眼：“捐肾？我亲爸让我去给别人捐肾？爸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让我给别人捐肾？”我爸点点头。我妈直接拎着锤子就冲了出来，做事就要往我爸脑袋上锤：“你和刘琴那个贱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偷偷联系了那么多年，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为了这个家我忍了，现在你居然让我的女儿给她的女儿捐肾，你想都别想，我今天就打死你，谁也别拖累我女儿！”我爸见状，绕着满屋子躲着我妈的锤子，嘴里还不依不饶道：“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哪有一点女人样？刘琴温柔贤淑，不知道比你强了多少倍！”我妈的怒气直拉满，眼睛变得通红，直接把锤子冲着我爸的方向扔了出去，砸坏了家里的落地窗。听到这儿，我也听明白了，得尿毒症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刘琴的女儿，而我爸应该是出轨了那个叫刘琴的女人。我爸落荒而逃，我妈径直晕了过去。家庭医生很快就到了我家，家里的佣人也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夫人就是怒火攻心，等她醒过来就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送走了医生后，我看着妈妈已经渐老的面庞，鼻头忍不住一酸。我妈妈的娘家家大业大，我妈是从小受尽宠爱长大的小公主，原本嫁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就能够幸福一生，没想到我妈这个倔驴一眼就相中了我爸这个纯种凤凰男。他靠着我外公的势力起家，现在外面的生意也是如火如荼。外公死后，他就开始原形毕露，现在竟然还敢出轨。晚上的时候，妈妈的精神状态已经好了不少，看到我在身边，又忍不住小声啜泣：“是妈妈对不起你。”我把妈妈揽在怀里，摇摇头：“不是你的错，这全都是宁致远的错。”妈妈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才跟我讲明白了宁致远和刘琴3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刘琴就是学校校花级别的存在，一袭白裙勾得所有人心神荡漾。宁致远就是其中一个，但是他又跟别人不同。刘琴那么多的追求者里，他是脱颖而出的那个。他跟刘琴一开始还很恩爱，但双方都是普通家庭，刘琴又眼高于顶，很快就不满足于现状。
开始频繁地勾搭学校里有钱的公子哥。就这样，他和宁致远分分合合4年，直到毕业之后才彻底分手。后来他来到外公的企业工作，我妈一眼就相中了他，只因为他是整个公司里最兢兢业业、脚踏实地的人。大概是和我妈在一起尝到了捷径的好处，他开始变得心浮气躁，见我外公的时候更是洋相百出。可无奈我妈喜欢，最后外公还是同意了他们2个的婚事。我爸也在外公的帮助下另起炉灶，现在的事业也是如火如荼。没想到刘琴嫁给富二代之后过得并不好，那富二代就是个纨绔子弟，若不是刘琴怀了孕，根本不可能进他的家门。婚后花天酒地，刘琴整日撒泼打滚，闹到了富二代最喜欢的小蜜头上。富二代忍无可忍，把他和他的女儿顾晴一起扫出了家门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刘琴打听到了宁致远的消息，看上了他的富贵，2个人又开始暗自苟且。坏事做多了，总会来报应。顾晴的尿毒症就是他这个妈带来的报应。我早就知道你爸和刘琴联系，为了这个家我忍了，没想到他竟然把主意打到了你的头上。妈妈真是后悔没听你外公的话，竟然跟这样一个人面兽心的人过了这大半辈子。我一会就联系你舅舅。我看着妈妈握紧他的手，妈妈，你跟他离婚吧，我学习好，将来一定能考上好大学，就算不靠舅舅，我也能让你过上好生活，一定不会比现在差的。妈妈定定地看着我，又嚎啕大哭。离婚，必须离婚。第2天我请了假，把妈妈送到了舅舅那里，可无论如何都不让我告诉他宁致远干了什么缺德事，只说2个人感情不好，要准备离婚。你当初就不应该和他结婚，我和爸那么劝你，你都不听，现在知道苦了吧？见妈妈又要哭，他连忙起身摆手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你了，你别哭了祖宗。晚上我带你们去吃你最爱吃的百乐门。我看着舅舅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想到宁致远，眼神又冷了下来。自打我出生起17年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妈妈操持。宁致远能坐在办公室里省心又安心的挣钱，背后靠的都是我妈妈。真是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背叛这个家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妈妈还是一个被家里人宠着的小公主，那会有这么多烟杂事。拿出手机看班级的消息，好朋友江涵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你今天没来上学不知道，班里新来个同学，看起来家庭不太好，不知道怎么进的咱们学校。我上的学校是贵族学校，一向不对外招生，倒不是瞧不起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只是圈子不一样，所以能进来上学的孩子非富即贵，那应该还是家里有点势力。男的女的，叫什么名字？江涵捂着电话小声地说，是个女的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叫顾晴。我跟你说，她缠着汪鹤晨一上午了，你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天大的事儿，赶紧回来上课。听到顾晴2个字，我的心就冷了下来。汪鹤晨呢？搭理他了吗？没有，他烦得要死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他，汪鹤晨最烦那些装柔弱的菟丝花了。装柔弱不见得，一个快死的人可不是柔弱吗？能进我的学校，估计我那个好爸爸在中间做了不少工作，跟班主任消了假。下午我就风风火火地到了班级。刚踏进班级门的那一刻，顾晴正坐在我的位子上，要跟汪鹤晨说什么。汪鹤晨直接弹跳起来，离他几米远。顾晴的眼睛蹭一下子就红了，看得我见犹怜。哟，西西，你可回来了！江涵大声说着，走到我身边，挽着我的胳膊。汪鹤晨看到我眼睛一亮，也凑了过来，委屈巴巴地说：“
你可算来了！你再不来，我都要被烦死了。顾晴听到我的名字，眼睛望了过来，我没有错过他眼里一闪而过的怨毒和嫉妒。哟，还认识我？我走到他身边，敲了敲我的桌子，这是我的位置，起来。顾晴坐在座位上，故作娇弱，一点给我让位的意思都没有。你终于来了，宁熙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我那个位置太靠后了，看不清。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。给你3个数，滚到你的座位上，不然我不介意帮你。顾晴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在班级里这么多人的面上一点不客气，又把目光投向汪鹤晨。鹤晨，我就是想跟他换个位置。宁熙他好凶。你，汪鹤晨也直截了当地说道。没听见西西的话吗？赶紧起来。我的话音刚落，他还是没有动弹。我直接拎住他的后脖领，就把他从我的位置上拽了下去。他摔在地上，咚的一声，应该摔得不轻啊！宁熙，你干什么？我坐到位子上，把他的东西悉数扔在了他的身上。我给你3个数了，你自己听不懂人话，怪得了谁？顾晴坐在地上，泪眼婆娑，他的眼神环顾四周，但周围的人全部移开了目光，一个帮他的都没有。大家都不傻，刚才谁像个绿茶似的不要脸，心里都有数。见没人帮他，他哭着慢腾腾地收拾东西。老师刚好走了进来，干什么呢？顾晴，赶紧收拾东西，上课了。顾晴这才慌乱地快速收拾。众人见他的狼狈模样，纷纷笑出了声。江寒给我竖了个大拇指，不愧是宁熙女王。我原以为顾晴身世凄惨，性格应该不算太差，毕竟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爹，还摊上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妈。可没想到她就是继承了这2个人的缺点，跟个跳梁小丑一样随处开屏。不由得我心思恶毒，他就该跟他妈一起赎罪。放学之后，汪鹤晨把我送到了舅舅家门口，没想到顾晴竟然跟了过来。他看着舅舅这比我家还要大的别墅，看向我的眼神贪婪又狠毒。宁熙，你别太嚣张，我告诉你，宁叔叔会是我的爸爸，汪鹤晨也会是我的，你的肾更是我的。原来他已经知道了宁致远劝我要捐肾给他，他们真和该是一家人。宁致远那个垃圾的爹，你要是想要就去垃圾桶捡，我不拦你。不过别的，我劝你别做梦了。刚来我们学校1天就这么滥情，我怕你还没病死，人先烂死。他怒气冲冲地过来，扬手就要打我，不过柔弱还真不是装的。我就轻轻一挥，他就被我推到了地上，反被我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，打得我手都有点疼。是自己滚，还是我找人来帮你滚？他愤愤地看了我一眼，爬起来跑了。蠢货，还真以为没有我妈宁致远那个烂爹有本事达到今天这个地位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妈妈这几天没闲着，跟着舅舅找的律师一起沟通离婚事宜，并且悄悄转移财产，收集宁致远的出轨证据，争取让他净身出户。我在学校里也时不时地给顾晴制造点小绊子，乐得自在。接到宁致远电话的我冷笑了一下，忘了他不是孤立无援，还有一个事是以他和他妈为先的，我的亲生父亲。西西呀，在学校见到你刘姨的孩子了吧？顾晴那孩子我一看就喜欢，长得好看还温柔，你们要好好相处啊。我听顾晴说他跟鹤晨那小子走了近了点，你不愿意了。大家都是同班同学，要互相帮助。还有我上次跟你说的事，我已经约好医生了，这周末你和小晴一起来做个配型。消停了几天，我原本以为宁致远醒悟了，没想到还打着我这个亲生女儿的主意，心里说不委屈是不可能的。你还是不是我亲爹？
拿我的肾去讨好你的白月光。你把我和我妈放在哪里？刘琴看中的就是你的钱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宁致远在电话里发了火，我都问明白了，他是不得已才那样对我。我和你妈已经感情破裂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况且我养了你那么多年，他的话没说完就让我给挂了，跟他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想说。心里仅有的那点父女亲情，在他说出这几句话之后就消失殆尽了。真是好意思说养我这么多年，在我的人生里，父亲这个角色带给我的记忆简直沧海一粟，连我生日都记不得的父亲，要拿我的肾去给自己姘头女儿的父亲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妈妈太想赶紧跟他们划清界限，有些急于求成，让宁致远发现了破绽。我陪着妈妈和他的律师一起回到了原来熟悉的家，第一眼看见的人竟然是刘琴，还有躺在沙发上穿着我衣服的顾晴。见我们来，他们娘俩好似别墅的主人一样，坐得笔直。见状，我妈就想冲上去撕了他，被我和律师拦下。别动手，妈妈，打他们都脏了咱们自己的手。等了半个小时，宁致远才带着律师姗姗来迟。大概是最近生意做得不顺利，忙得焦头烂额了吧。我原本只想和你和平分手，没想把事情做绝。没想到你这个毒妇竟然偷偷转移财产。这么多年，我为这个家花了多少钱，你算得清吗？今天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一分钱也别想带走。我妈也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无耻，这么多年可以说他没有往家里花过一分钱，全是我妈拿着娘家的钱贴补家里。经过前段时间的查证，还有很多宁致远放在我妈那儿的卡已经被他偷偷改了密码，仅剩的几张卡里的余额甚至还不到5位数。刘琴更是在一边添油加醋，阿远在外面辛苦打拼，你在家里不做好贤内助就算了，反而还要算计他的财产，人做到你这个份上，还真是让人寒心。我妈毫不客气地开口道，再怎么样，我也比你这个小三名正言顺，破坏别人家庭还理直气壮，你们老祖宗都想跳出来打死你吧。宁致远原本就因为生意闹心，线下听他们嚷嚷更是烦到了极点。给我闭嘴！在宁致远律师拿出的资料，我竟然还低估了他这个人。发现我妈妈开始转移财产的时候，他并未声张，而是偷偷在我母亲那里做了假账，让她误以为自己成功了，反而是自己把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变成了个人财产。事发突然，打得妈妈和律师一个措手不及。看着宁致远和刘琴越来越小人得志的嘴脸，顾晴也忍不住开口道，宁熙，没钱的时候你可别求到宁叔叔头上来，我求他，我家。话还没说完就被妈妈按了下来，然后我就看见妈妈摩拳擦掌，拿出不知道在哪儿放着的锤子。那点破钱老娘不要了，就当这么多年夫妻情分，我给你的棺材钱，我必须撕了你们的皮，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混乱间，不知道谁突然撞了我，硬生生把茶几撞得4分5裂。迷迷糊糊间听到我妈喊我的名字，还有刘琴得逞的样子，不是不愿意做配型吗？这下可由不得你了。在医院醒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我妈红着眼睛坐在我身边，舅舅也来了，正在病房外跟医生问着我的情况。我妈当时就报了警，但双方律师各执一词，别墅内更是没有监控。我被认为是自己摔倒的，刘琴掏了我的医药费就跑了。妈妈的律师更是指着宁致远请来的律师痛心疾首，律师界竟然有你这样的毒虫，她还是个小姑娘啊。我的胳膊缠上了厚厚的一圈绷带，
妈妈更是哭成了泪人。是妈妈不好，竟然让宁致远那个混蛋先把你抢走，送到了医院。他竟然真的给你和顾晴做了配型。舅舅从门外进来，终于知道宁致远做了多么丧心病狂的事。你早就该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，多一个人就能多想一件事。要不是今天西西受伤，你还要瞒我多久？我和舅舅都知道，妈妈不愿意告诉娘家人，无非是觉得当初自己瞎了眼，选了这么一个烂人，反过来还要寻求娘家人帮助。脸上无光是小事，让他们这么操心，才是妈妈不愿意看到的。我们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，出了事你不找我，真是让我这个当哥哥的觉得寒心。妈妈一直说自己错了，将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。舅舅气得狂捶桌子，真是以为咱们家没人了，这事儿你就全交给我，我不让他跪下来认错，我就不配当你哥。宁致远拿着我的样本，不知道送去了哪个医院做配型。为了给顾晴一个肾，他真是把事情都做绝了，明的不行来暗的，竟然不惜伤害他的亲生女儿。这也让我妈妈看清了宁致远的为人，更是雇了好几个保镖贴身保护我，就怕在疏忽之间，我就被宁致远拐跑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摘了我的肾。我抬头望着天花板，想着宁致远、刘琴和顾晴三个人，心里的恨意已经到达了巅峰。惹到我，你们可算是提到钢板了。好几天没有消息，又在学校看见满面春风的顾晴，让汪鹤尘和江寒担心的不得了。我回到家之后，第一时间就给他们打了电话。江寒一见到我就跑了过来，看着我的胳膊，担心的不行。你怎么搞的？几天不见，怎么把自己玩成这样了？汪鹤尘更是满脸担忧。你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家不能出面的，你告诉我，我回家找我老爸解决。我把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了他们，一个我最好的朋友，一个是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男朋友，让他们帮我出谋划策，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江寒义愤填膺，顾晴一家都是贱人。汪鹤尘的眉头更是皱成了川字。感动你，他真是活腻歪了。我跟他们分析着目前的情况。那天回别墅，刘琴说的话，加上我妈按住我不让我说我家的情况，估摸着刘琴不知道我家的具体情况，真以为我和我妈是靠着宁致远生活。仔细想想也是，自打宁致远和我妈在一起开始，他就一直被别人戳脊梁骨，无非是说他一个男人靠着女人上位吃软饭之类的话。刘琴在他面前装得温婉可人，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自尊心。他是绝不可能自报家门，说出我妈的家事的。而我妈当时按住我，显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。美梦做得越大，被戳破的时候才会越刻骨铭心。估计当时就是顾晴推的我。我现在回不去学校，这事儿害得江寒你帮我。顾晴这几天待得太安逸了，也该社死一下了。江寒摩拳擦掌，让我怎么做？你说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说了我的想法，转头看向汪鹤尘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还得难为我们鹤尘同学，委屈一下了。贵族学校的学生，家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家里的大人惹出来的桃色新闻，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。即使是这样，大家认定的都是家族血脉，那些私生子都是被这个圈子唾弃的，更别说是跟正主一毛钱没有的小三的孩子。我写了一篇文章，不但戳穿了顾晴的身份，更是把他和他妈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，洋洋洒洒写了将近5000个字，让江寒家里的黑客隐藏个人信息，匿名发到了学校论坛上。一经发表，全校哗然。
顾晴在我们学校出了名，走到哪儿都会被人指着骂一句。被欺负得瑟瑟发抖的顾晴孤立无援，成为了全校人的笑柄。这事儿他不敢跟宁致远和刘琴说，只能默默忍受全校人明里暗里的嘲讽和欺负。终于有一天，汪鹤尘心有不忍，秘密跟他接触，表示相信他的为人，愿意助他一臂之力。顾晴更是紧紧抓牢了他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家的实力，更是因为他是我男朋友的身份。抢我的东西可是他最愿意干的事情。嘻嘻，快看微博，江涵给我打电话，说着微博上的八卦，里面的人名全都是化名。但是顾晴的事情在我们学校闹得沸沸扬扬，一下子就让人认出来。微博里爆料的不就是顾晴和她那个当小三的妈妈？有人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甩出了我写的文章，贴在了那条微博的下面。两个瓜串起来吃才香。我把微博上面的内容全部看完，内容写得更为详细，用词用句更是贴切，瞬间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加上我写的指名道姓的文章，一时间刘琴和顾晴作为两个素人，在微博的热度居高不下。我拿着手机去找我妈妈，发现她躺在沙发上乐得前仰后合。你看到了？你老妈我怎么样？厉害吧？那点小钱给他们就给他们了，这种社会性死亡跟拿钱比，更让我解气。我跟我妈一起坐沙发上翻着评论区，我妈看见了那条被越顶越靠前的评论，看完之后笑得直捶桌子。这谁写的？不要太解气。我看了她一眼，我妈反应过来了，抱着我猛亲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真是跟妈心连心。晚上想吃啥，妈请客，不醉不归。胳膊好全了之后，我回到了学校上课。这段时间在家庭老师的帮助下，学校的课程一点都没落下，反而还多学习了一些章节，让我很快的就跟上了学校的进度。顾晴整日黏着汪鹤尘，还时不时的给我脸色看。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汪鹤尘又恶心又讨厌又可怜的目光，不知道向我投来了多少次。趁人不注意，我挠着他的掌心，再忍忍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我们一家人都没闲着，我忙着在学校搞顾晴，我妈则是在网上大杀四方。舅舅不停地给宁致远的公司施压，惹得他们三个人没一个好受的。宁致远的公司现在是勉强喘着口气，刘琴的出名带着他和他辛辛苦苦的打拼的公司一起火得出圈，对他的生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，告吹了很多项目。再加上舅舅放出的狠话，没有人再敢跟他合作。毕竟连亲生女儿都敢下手的人，对待合作伙伴又有多少的真心？刚刚放学，我就在林荫处见到了宁致远，暗处保护我的保镖现了身，吓住了他向我走来的脚步。犹豫半天，他还是开口喊了我的名字：西西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我走了过去，一脸的不耐烦，也有一丝好奇。好奇他到底会说些什么。一顿乱七八糟的关心之后，他终于说出了找我的目的。上次给你做配型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跟小晴刚好匹配。你看，我被气笑了。这么长时间过去，没想到他们一家子还在打着我的主意。若不是保镖在我身边时刻保护我，估计今天我是不是就要被他绑到医院去了。见我不说话，还以为我心软。他不停地说着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而且小晴那么可爱，正是最好的年纪，你也不忍心看她去死，对吧？乖女儿，你要学会奉献。我笑了笑，从保镖手里拿出了一沓报告。您还不知道吧？上次回家，我也在你卧室找了点东西，
这是你的配型报告，刚好能和他匹配上。小晴那么可爱，爸爸，你不会忍心看他去死的，对吧？”没想到宁致远听我说了这话，直接火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可以给他捐肾？我反问他，你不可以，为什么我可以？因为不是你自己的肾，所以你就可以慷他人之慨，对吗？事是别人做的，名声你全捞了，你还真是会哄人啊！宁致远指着我的鼻子，你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转身上了车，给汪鹤晨打了个电话，辛苦你了，亲爱的，可以开始了。第3天，在学校我没有见到顾晴的身影，听老师说她病情突然恶化，进了医院。汪鹤晨一身清爽地走到我身边，可算是摆脱她了。我昨天洗了3遍澡，可得好好去晦气。江寒凑过来，你干了啥呀？顾晴怎么突然进医院了？汪鹤晨神秘一笑，干惹我的人进医院算是便宜他了。事情发生之后，顾晴极度依赖汪鹤晨。随着网上刘琴的事情暴露，他们母女俩的个人信息全被曝光，手机还有那栋别墅全都被人光顾。宁致远更是因为公司的事情烦心，没有空去搭理他俩。刘琴自身难保，顾晴只能紧紧抓住汪鹤晨，视他为救世主。就在昨天，汪鹤晨替他和自己请了假，找了社会上不学无术的混混，一起去酒吧玩。顾晴因为生病，身体不好，显得柔弱无骨，加上一张白嫩的脸蛋，更是惹人怜惜。那天在酒吧包厢，只有她一个女孩，那些小混混自然是对她关照无比。实际上，那些混混并没有做什么，只是说着一些混话吓唬她。没想到她自己胆小，竟然直接晕了过去。被酒浇醒后，汪鹤晨早已经不见踪影。那些狗头嘴脸的混混围在他身边，刚醒的顾晴直接又晕了过去。120在外面准备好了，直接把他拉走。这一天吃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加上惊吓，直接让他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已经到了不得不换肾的关键地步。刘琴这个人，不得不说，千不好万不好，是真把顾晴当女儿。放学刚一出门，我就见到她跪在学校正门口，拉着跪求宁熙救我女儿一命的横幅等着我。见我出来，她快步走到我身边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拽着我，求求你了，救我女儿一命吧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她了，只要你的一颗肾，什么宁致远，什么别墅，什么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看着他，把他的手掰了下来。你说错了，现在可不是只有我能救你女儿。宁致远没告诉你吗？他也和顾晴配上行了，他的肾也能救顾晴。他为了你抛妻弃子，他那么爱你，一颗肾而已，他一定会答应你的。听到我的话，他不再和我多说废话，马上坐车去找宁致远。我则是跟在他后面，一起去了宁致远的公司，看这场好戏。刘琴在办公室找到宁致远后，完全没有看到他铁青的脸色，直接揪着他的脖领子质问：“你也和晴晴配上行了？你为什么不说？你说过要给我和我女儿好的生活，现在我女儿要死了，你必须去救她，现在就跟我去医院。”宁致远猛地甩开他的手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给他一颗肾，我还活不活了？”刘琴嚎叫着：“就算没了这个肾，你还有一颗肾，怎么不能活？赶紧跟我去医院救我女儿！”宁致远甩了他一个巴掌，大喊道：“那是你女儿，不是我女儿。为了你们2个，我现在公司都要倒闭了，都怪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！”我躲在角落看着他们2个大打出手，只觉得心中的郁结都要散没了。公司里面的员工都在外面看着这出好戏，我大概看了一眼，还有将近1/3的员工还在，但听着宁致远不停地说公司的难处，
再看他现在的样子，我笑了出来，估计快要破产了吧，真是爽。后续，我找人继续盯着他们3个人的消息。刘琴知道从我这儿下手时绝对不可能的，一直在跟宁致远撒泼打滚。宁致远不厌其烦，去医院找到了一个根本不合适的肾源，买通了医院，跟刘琴说又找到了跟顾晴匹配的肾源，把顾晴送进了手术室。手术结束之后，顾晴刚开始恢复的还不错，但之后就发生了剧烈的排异反应，挣扎了1个星期，再也没醒来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产生了负罪感。汪鹤尘在我身边安慰我，他的死不是你的错，他原本就心术不正，得了这个病就是老天给他们母女俩的报应，而且没有合适的肾源，原本就活不长，你别太放在心上了。后来听说刘琴闹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又跟宁致远如胶似漆，但很快宁致远就破了产。刘琴用他的名义借了很多高利贷，在公司宣布破产之后，拿着所有的钱跑路了。宁致远走投无路，又求到了我妈妈的头上。彼时我妈正在新买的别墅里晒太阳，宁致远在门外吵嚷半天，连我妈的面都没见到，反而别周围的邻居告了扰民，被保安轰了出去。他彻底走投无路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找到了卷款出逃的刘琴。刘琴的日子也是过得相当潇洒，不但买了精致的小公寓，而且又傍上了一个秃头圆肚的富豪。看着已经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宁致远，刘琴满脸的嫌弃不加掩饰，刚开始找上你就是因为你有钱能救我女儿，没想到是我瞎了眼，说什么给我好的生活，让我当上阔太太，没想到你就是一个靠老婆自己没一点用的废物。看着我女儿死无动于衷，就让你捐个肾，跟要了你命一样。好歹你算是我第一个男人，这1000块钱就给你应个急，以后别找我了，我们一刀两断。刘琴拿的那1000块钱拍在了宁致远的脸上，他的这番话无疑是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最后的最后，宁致远找上了我，宁熙，我的好女儿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竟然相信了那个贱人的话。你帮帮我，我可是你亲生父亲啊，你救救我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虽然是他咎由自取，但心里也不是滋味。若是刘琴是真心实意的跟你过日子，顾晴也没有生病，没有人拖累你，在你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，你还会想起来有我这个女儿吗？从小到大，你一直都说你忙，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你作为父亲对我的关爱。在我这里，你是不合格的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你变成今天这样，更不是我造成的，我帮不了你。在看到他们的消息的时候，是在网上，宁致远又去找了刘琴。夜深的时候，2个人在桥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最后宁致远带着刘琴跳了桥，2个人淹死在了河里。当时我正和汪鹤尘、江寒一起商量要报考什么学校，在哪里办我的学子宴。晚上睡觉前，妈妈抱着我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孽缘，都是孽缘。我看着手机上京大的录取通知，闭上了眼睛。好在我们的未来还一片光明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堂哥肾衰竭，伯父一家伙同我爸骗我回家捐肾，还说什么堂哥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不能让咱们家香火断了。但我不一样，我是女孩子，1个肾已经够用了。这样离谱的要求，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居然打算杀鸡取卵。接到我爸出事的消息时，我正吃了完午饭，
准备回公司。一听他老人家生了疾病，我立马请了假，开车回老家，急忙慌地赶到医院，见到的却是伯父伯母和我爸平静地坐在医院外的长椅上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我爸突然晕倒在家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，现在好端端地站在这儿，又是怎么回事？检查做了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怎么在外边坐着？是不是没钱了？我急得满头大汗，见他们几个磨磨唧唧的不讲话，我就来气。佳佳呀，我爸皱着眉头，话还没讲完，却被大伯母给打断了。他上前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哎呦，佳佳呀，大伯母是好久没见你了，城里是养人哈，看看这细皮嫩肉的。我不动声色地把手抽了出来，大伯母脸上露出一丝尴尬，呵呵笑了2声，又继续道：“你说你爸这也真是的，在家干活干得好好的，说晕倒就晕倒，赶紧给送医院来了吧，他自个儿又好了，你说好不好笑？”他干笑了2声，见我脸色不愉，又撇了撇嘴，进了声：“所以说还没去做检查。”我感觉荒唐至极，这不等着你呢吗？佳佳，哦，对了，你爸这症状啊，来得突然，你待会儿也一块做个检查，别是有遗传嘞，检查一下，对你俩都好，早发现早治疗嘛，别像你妈当年发现了都没得治了。最后，在大伯母不断的唧唧歪歪之下，我还是不情不愿地被拖着做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检查。要放以前，我肯定不乐意，只怪我今天舟车劳顿，实在是太累了，懒得去和他们掰扯。本来也给公司请了5天的假，再加上也确实很久没回老家了，所以从医院出来后，我并没有急着回城里去。第2天，大伯母起了个大早，主动去医院取报告。我觉得有些奇怪，他什么时候这么热心肠了？还是对我们家。中午，大伯母做了一桌子的好菜，让我和我爸过去吃饭。看着他喜笑颜开的样子，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没事儿了。我每年都有定期做体检，身体状况如何，我自己是清楚的。只不过想到父亲也没事儿了，我心里还是有块大石头落地了。饭桌上，大伯母笑呵呵的：“哎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，真是太好了。”他有点过于高兴，高兴到我都觉得奇怪。一向对我们父女俩嗤之以鼻的大伯母，竟一反常态的和我拉起了家常，对我的作息习惯、身体状况、饮食习惯更是问了又问，满意的不得了。我懒得再看他那副虚伪又怪异的面孔，找了个借口说等会有事得回城里去了，却没一想到大伯母却突然炸了毛：“不行，你不准走！”呵，我就说嘛，果然憋着坏。我放下碗筷：“大伯母，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。”大伯母面露难色，大伯父掏出了旱烟开始抽，就连我爸也开始不住地叹气。大伯母看了我一眼，双手捂脸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，干嚎了几声，又再次抬头看向我：“佳佳呀，你这次回来就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吗？你没发现你堂哥一直不在家吗？”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堂哥沈强中专辍学，后来就和社会上的狐朋狗友晃荡着，纯纯的一个街溜子，2、3个月不着家那是常事儿。我要是一回来就能见到他，那才是稀奇事儿呢。哎，佳佳呀，今天你还能健健康康地坐在这里大快朵颐，可是你堂哥呀，却只能躺在冰冷的病房里呀。呜呜，我的儿啊，我苦命的阿强啊，你让当妈的怎么办啊？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只好找大伯父求证，这才知道堂哥急性肾损伤，现在肾衰竭，已经住进医院了。我有些惊讶，但也仅仅只是惊讶。对于这个堂哥，我只有厌恶。
我环视了一圈面色凝重的几个人，我敲了敲桌子，想要我出钱。虽说前几年拆迁，大伯父一家拿了不少的拆迁款，但是这病到了这种程度，也是花钱如流水，到底有点血缘关系在。再加上我爸一向比较亲近大伯父一家，如果实在困难让我出点钱，我也会答应。只不过戴伯母接下来的话，属实是让我震惊的说不出话。他抹了一把鼻涕：“佳佳呀，伯母不要你的钱，伯母什么都不要，你只用给颗肾就好了。”他讲得轻轻松松，仿佛一颗肾就和菜市场里任人挑选的大白菜一样，别无二致。一时间，我竟分不清是他说错了，还是我听错了。你疯了吧？见我一脸的不敢置信，大伯母干脆从座椅上下来，走到我旁边，双手扶起我的胳膊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：“佳佳，你一定要救救阿强啊！他可是你亲哥哥，你不给他捐肾，他可就没得活了呀！”我觉得荒唐又好笑。那我呢？我平白无故少个肾，我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打听好了，只有一颗肾也是可以正常生活的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女儿家，又不干什么卖力气的活，一颗肾足够了。你看，你给颗肾，皆大欢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被气炸了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。电光火石间，我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太对劲。等等，你们怎么确定我的肾脏可以和沈强配型成功？戴伯母站起身：“嗨，我们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谁成想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一检查，你完全符合。”大伯母一开始说的慷慨激昂，后面有意识到不对劲，声音渐渐弱了下去。我明白了，你们专门骗我回来匹配肾源的。我爸根本就没生病。我说，怎么一切都怪怪的呢？这样一看，那天大伯母非得拉着我做检查，以及后面这一切反常的行为，就全部都说得通了。这怎么能算是骗你呢？你爸他本来身体也不好来着，这不顺道检查了一下，你不也心安了吗？他还在我耳边说着什么，但我一点也听不进去了。此刻眼前的几个人是变得如此的陌生，包括我那父亲。我站起身看向他：“爸，这事儿你也是知情的，是吗？”他先是皱了皱眉，让我坐下来，斥责我不准和长辈没礼貌，然后在我强烈的注视下，终于躲躲闪闪地开口：“佳佳呀，你大伯父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你能配型成功，这是好事儿啊，能救你堂哥的命，你这咋还急眼了呢？佳佳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这么不懂事儿，你得顾全大局。”我看着眼前这个两鬓斑白的男人，他的肩膀早已没有从前宽厚，背也开始驼了。此刻，他那略显浑浊的双眼正满脸希冀地望着，希望能从他这个亲生女儿的口中听到我愿意为堂哥捐肾的消息。我觉得很讽刺，顾全大局，多么陌生又熟悉的话语。高3那年，我妈查出脑子长了个肿瘤，好在是早期，通过手术积极治疗，连医生都说治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那时候我们家有些积蓄，足够支付我妈的医药费。我以为这次劫难会安然度过，却没想到，就在我妈准备手术的前一天，大伯父上门借钱来了。借钱的理由也很可笑，给堂哥讨媳妇用。堂哥在社会上混迹了几年，谈了个女朋友，现在谈婚论嫁，50万的彩礼却迟迟拿不出。一听是这样，我只感觉荒唐无比。他们明明知道这是我妈的救命钱，我疯了一般去扑打大伯父，却被我爸一把拉开，关进了房间了，说这是大人的事儿，小孩不准管。我祈祷了许久，可得到的结果却是我爸把钱借出去了。都是一家人，
能帮就帮，手术以后还能再排。你妈妈现在情况还可以。我简直无法相信，一向和母亲相敬如宾的父亲能够如此冷漠，就为了他嘴里的一家人，就是这种烂好人行为。我想反抗，但我的力量却远远不够，我只能看着母亲在仅有的药物吊着下，情况日益不乐观。大伯父一家没说过还钱，我爸也没急着要，问就是一家人，他们也有难处的。他们能有什么难处？说要娶媳妇的堂哥没把人带回来，而是继续吃喝玩乐，还给自己添置了一辆新轿车。大伯父大伯母更是一天天儿的乐得自在。如果不是我爸每天都到病房里照顾我妈，都简直不敢相信他这样对待的真的是自己的亲媳妇。没能及时手术，我妈的病情急转直下，没几个月就不行了。直到我妈临终前，大伯父一家也没去医院看过她一次，多么可笑啊！拿着我妈的救命钱挥霍，却嫌弃医院晦气，怕去了影响自己家的运气。而我爸呢，面对着气息奄奄的我妈，却依旧是那句：“阿芳啊，你要顾全大局。”我妈能怎样呢？她从小就是个孤儿，没有娘家可依靠，嫁人之后又事事都听我爸的，她只能日日面对病魔的折磨，等待着既定的结局。我妈的骤然去世，本以为能让父亲醒悟些，可谁成想，就在大伯父一家三言两句的劝告下，他更加执迷不悟了。不仅没有提钱的事儿，甚至还把家底都直接交给大伯母一家保管了。佳佳呀，妈妈虽然去世了，但大伯母也算你半个妈妈，你要听她的话。爸爸是个大男人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你。你大伯父一家心肠善良，肯扶持咱们妇女，你以后可得记着孝敬他们。我爸把我扔给大伯母一家，自己外出务工了，赚到的钱也交给他们，只说那是给我的生活费。但他又怎么会不知道，一向吝啬狠毒的大伯母根本就不可能好好待我，克扣吃食，言语打击，不让我学习，让我给他家干活。高三剩下的那段时间，是我过得最痛苦的一段时间。我咬着牙，憋着一口气，拼命学习。我要逃离他们，我要远离这一切。高考成绩出来，我超常发挥，在所有人的反对下，我毅然决然地填报了外地的大学。大学4年，我和他们联系甚少，和我爸的关系也是近几年才缓和了些。我念及他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该再纠结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可是我没想到，等待我的却是这样的结局。我走到我爸面前，你要用逼死我妈的方式来逼死我吗？他先是一愣，然后脸上闪过复杂的神情，瞥了眼大伯父夫妻俩，又看向我。你妈妈当时已经没得治了，我有不救她吗？是啊，佳佳，你妈那时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这医生都救不了了，我们还能干吗？但是你堂哥不一样啊，只要你愿意捐肾，你堂哥就有救了呀。他还那么年轻，他不能死啊。大伯母扑过来帮腔，我不为所动，皱了皱眉。我爸叹了一口气，你堂哥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孩子，可不能让咱沈家香火断了。你不用担心别的，捐个肾没什么生命危险的。再说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万一有什么后遗症，等你堂哥好了，他不得一辈子扶持你吗？你就当放心吧。见我依旧不松口，他皱了皱眉。你从小就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，爸爸相信你能想明白的，别让爸爸失望。大伯父和大伯母也在一旁帮腔着，看着3人的嘴一张一合，全都一脸凄意地望着我。我只感觉厌恶到了极点。谁说我没想明白？我早就想明白了。我看着我爸喜出望外，大伯父大伯母
神情舒展。然后我勾唇一笑，我的答案当然是不同意了。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同意，别想让我捐肾，门儿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钱也一样，我一分都不会借。沈强肾衰竭，那就让他去死好了。气氛有一瞬间的凝滞，我胸腔里涌上一股巨大的快感。下一秒，怒不可遏的父亲举起手就朝着我的脸扇了过来，却被我眼疾手快地抓住了。如果放在以前，我只有受着的份儿，但这些年他身体早就不如以前了。可我不一样，正值身强力壮的年纪，还学了几年女子拳击。他瞪大了眼睛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哎呦，佳佳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在外边竟学了些什么呀？他可是你亲爸爸。戴伯母语气着急，但他脸上明摆着幸灾乐祸。就是啊，佳佳，你可不能学坏了。你妈没了，你爸可是你唯一的亲人了，你居然这么对他。在两人的鼓动下，我爸终是忍不住了，他伸手指了指门：“你给我滚！我没你这样的不孝女，给我滚！”得嘞，我抓起旁边的包，麻溜地走了。身后，大伯父在告诫我爸必须得给我立规矩，大伯母则是在不顾旁人死活般的哭天喊地，说他儿子命明明有得救，却被人扼杀了这个机会。我坐上车，戴上耳机，不再理这一切的纷纷扰扰。回去后倒是消停了一两天，不过也仅仅只有一两天。然后是轮番的电话攻击，先是我爸打电话给我道歉，三言两语说了那天他不该冲动之后，谈话的主题还是希望我捐肾。然后是大伯父大伯母夫妻俩过来哭惨，希望我念及他们一家好歹照顾了我一段时间。最后甚至连已经出嫁多年的二姑也打电话来劝我，她说女人就得认命，我得清楚自己的位置，无论我怎么闹都可以，但就是不能拿老沈家的香火传承开玩笑。我觉得讽刺至极，明明他当年也是为了给大伯凑彩礼，才在10几岁的年纪就被爷爷奶奶强行嫁给了40几岁的老瘸子。我觉得头痛，索性把所有亲戚的联系方式都拉黑删除了。这么金贵着沈强，那你们就慢慢想办法吧，恕不奉陪。本以为我足够强硬，就能够做到万事大吉，可我却远远低估了人性的丑恶。佳佳姐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工作呢？还不出去看看，有人找呢。当女同事朝我挤眉弄眼地说出这句话时，我正忙完手头的工作。我出去一看，只见大伯母拉着张横福正卯足了劲儿往公司里冲，一双手死命朝着保安大叔死命乱抓。我赶紧上前把他拉开，你在干什么？谁知他却根本不理睬我，一把把我的手摔开，然后把横幅平铺在地上。我这才看清，上面写的是白眼狼侄女六亲不认，亲堂哥病危撒手不管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已经瘫到地上，指着我嚎啕大哭：沈家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枉我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，你怎么是这么个白眼狼啊？你妈病死了之后，我可是拿你当亲女儿对待啊，我哪次不是对你比对我亲儿子还好？我真是把你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生怕对不起你爸妈呀。可是你呢？你做了什么？考上大学就断联就不说了，现在你功成名就了，就连你哥的命你都不管了呀。可怜你哥那么疼你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啊。他在门口这么一闹，周围聚拢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有的人还举起了手机拍照。一见这架势，大伯母更来劲了，哭天抢地的，跟我杀了他儿子似的。周围的同事开始愤愤不平：佳佳姐，你哥都快死了，你真不管呢？是啊，这大婶看起来也太可怜了，
平时看沈家人挺好的呀，没想到居然对亲人这么冷血。佳佳姐，你不是刚升职了吗？你钱都这么多了，就借点给人家呗。这世界上总有那么些人正义感爆棚，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别人。真相是什么，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。我冷眼叫保安把大伯母弄走，他却撒泼朝着我大吼：干嘛？你还想干嘛呀？沈家，我告诉你，这大伙活可都看着呢，你还想弄死我不成？他吵得我太阳穴都哐哐疼了。我看着眼前头发凌乱、唾沫星子四处乱飞的大伯母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上次说过了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用我的命换你儿子的命，亏你们想得出来。他刚想反驳，又想起来周围全是人，咽了咽口水。那你给钱，给钱总行了吧？其他的等你回家再说，你可别给我说没钱。他睨了我一眼，我都听你爸讲了，你这设计总监工资很高的。再说了，这本来就是你该还我的。说着，他从身后的包里摸摸索索掏出一个笔记本，沾了点口水，一页一页的翻开。看啊，我都给你记着呢。他上前一步，把笔记本摊在我面前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账单，大到高三最后一学期住他家的所谓的各种生活支出，小到大学期间为数不多的回家那几次用的他家的水费、电费、网费，其他的一些零散的钱我就没给你算了，就当送你了。还有啊，上次回家吃的那顿饭，看在你爸的面子上也没算，我差点气笑了，也是难为他了。高三那段时间，我爸每月都给了他我的生活费的。大学里，我的学费了也是自己交的。就这还能搜罗出这么多条，看着他最终加出来的数，甚至精确到了小数点后3位，我还真挺佩服他的。现在知道我和你大伯父有多不容易了吧？哎，佳佳呀，你根本就不懂我们的良苦用细。你啥时候才能像你爸一样明事理啊？看着他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我顿时就来了气。原本还想打发他点儿，让他赶紧走，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不是要闹吗？行啊，我低下头，奋力地想挤出2滴眼泪。无数果碎作罢，抬起头，已然换上了一副忧愁的表情。我猛地抓住大伯母的胳膊，大声道：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懂事儿。他先是一惊，然后面上一喜，你知道就好，是我不懂事儿，我就应该赶紧把我的肾给堂哥。我直接大声嚷嚷，打断了他的话。堂哥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他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是我错了，我该死。就像你们说的，我一个女娃有2颗肾，不是浪费了吗？呜呜，大伯母啊，就让我把肾给堂哥吧，我活着死了都没关系，被并发症折磨的后半生半死不活也没关系。谁让我是女孩子呢？女孩子天生就不配拥有这些啊！我懂，我都懂。果然，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。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开始窃窃私语。戴伯母慌了神，想捂住我的嘴不让说，可惜太矮了，够不着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你闭嘴吧你！大伙儿别听他瞎说呀，什么肾不肾的。我冷笑，原来他也是知道这是不对的。我靠，不是吧？还真有人强制捐肾啊！这可是肾啊！牛逼！大婶儿，你真牛逼！首先发话的是公司新来的同事张林，从刚才到现在，他是第一次开口。是啊，我还以为来要医药费，结果让佳佳姐捐肾，妈的，这真不能忍！今天算是亲眼见到重男轻女了，我只能说，呵呵，家里是有皇位要继承吗？凭什么剥夺别人的健康啊？所以刚刚是在故意引导我们，咱被当枪使了。妈的，越想越气。
我高低的发个抖音，大家开始纷纷附和，群起而攻之。只不过这次攻击的对象是大伯母，离得近，我甚至都能感觉讲不出话。我有些不耐烦，如果还是来为你那不是亲儿子胜似亲儿子的大侄子求情，我劝你省省吧。你有你满嘴的仁义道德，但我没有。不好意思啊，别来烦我了。即使是亲爸，经历一次次又一次的失望后，我也不想再顾及了。他事事都舍己为人。行啊，我不管，我管好自己，置身事外就行。就在我正准备挂电话的时候，我爸紧接着的一句话却让我愣住了。见我没反应，他又重复了一遍：“闺女，你堂哥他，医生说就这几天了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好歹去看他最后一眼吧。”或许是我爸的言辞恳切，又或许是一个生命的即将逝去触动了我内心的柔软，我最终还是心软了，决定去看沈强最后一面。可是我没想到，这次的心软却差点给我招来了杀身之祸。我按照我爸提供的地址赶到了沈强所在的医院，或许是家里的钱已经被掏空了，无法再支付大医院的费用。现在这个比起医院来，看起来更像是黑心小诊所。推开病房的门，里面却只有沈强一人。实话实说，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还是惊住了。原本5大3粗的体格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眼窝凹陷，面色灰败，一副暮霭沉沉之气，身上插满了各种仪器和管子，看起来甚至有些可怖。他掀开眼皮看了我一眼，冷笑了一声，没讲话。我走到沈强面前，颇有兴致地打量了他一番，眼中带着可怜，出声：“啧啧，你也有今天啊！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会遭报应的。”他眼中闪过一丝恐惧，然后是愤怒，呼吸急促起来，连着床头的仪器都滴滴响个不停。没错，我来看沈强，不是可怜他，也不是菩萨心肠，只是好奇他现在到底有多惨，他到底能不能快点去死。从得知沈强肾衰竭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一丁点儿难过，反而是一股抑制不住的快感填满了整个胸腔。因为他根本不是人，他就是个畜生。沈强往小了说是大伯父一家的独生女，往大了说沈家我们这一辈儿唯一的一个男孩子，从小就是捧在手心里长大的。全家人的无下限溺爱也造就了他无法无天、唯我独尊的性格。没有什么事儿是他不敢做的，因为他深知会有一大帮人替他擦屁股。我不喜欢他，我也惹不起他，所以我自觉地离这个堂哥远远的。可谁知道，恶魔的爪子还是伸向了我。我妈去世后，大伯母以一家人住一起方便照顾为由，让我和我爸住进了他们家。当然，前提是我爸的收入也得上交。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傍晚，我独自一人在家写作业。这个时候，沈强带着他的狐朋狗友回来了。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什么，只听到堂哥一个劲儿地强调他真的已经没钱了。当男人不怀好意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。当我被恶心的男人压在身下时，心中的恐惧简直无以言表。我一遍又一遍的哀求，只能迎来更加不堪入耳的辱骂。我拼了命的反抗，迎来的却是自己亲堂哥上手帮忙按我的手脚。嘿，我说你这死丫头，劲儿还挺大，动什么动？老实点儿，被刘哥看上是你的福气，瞪着我干嘛？我们家养你这么久，不得给我做点贡献？嘿嘿，刘哥，我就和你说，这妞不错吧？可惜了，是我小叔的女儿，不然我还真想尝尝。挣扎到最后，我只剩下无边的绝望。好在大人们及时赶回家了，我这才保住了清白。
我爸脸色铁青的把我搂在怀里，为我披上衣服。大伯父、大伯母也拿着棍子跟着那男的撵。那时候我是真的以为会有人护着我了，可是煎熬了几天后，却等来了他们让我原谅堂哥。大伯母堆满了笑：“佳佳，你堂哥还没娶媳妇呢，这种事传出去，谁还敢嫁咱们家呀？”就是得罪了刘哥，我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啊？说是来给我道歉，但沈强不以为意，甚至幸灾乐祸的样子，让我至今都气得发抖。你看啊，要真追究，闹大了，你一个女娃，这说出去多难听啊！人家只会觉得是你不检点，还嫁不嫁人了你。而我爸呢，我的好爸爸，嘴里还是那句雷打不动的以大局为重。我无奈妥协，虽然没有再被骚扰了，但却也每天都活在梦魇之中。直到上大学后接受了心理治疗，就这样还想我圣母心爆棚的给沈强捐肾，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我巴不得他赶紧下地狱。听说前几年刘威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了死刑，真是没想到现在你也要去陪他了。你俩可真是哥俩好啊！不过我皱了皱眉头，刘威那事儿我还能帮忙举报一下，倒是堂哥你这边，我能做点什么才能快点送你走呢？我讲得心平气静，沈强却气得脸色发紫。要不是被一堆仪器架着，我想他早就站起来给了我一耳光了。看也看完了，我刚想转头离开，却被沈强叫住了。他说话大口喘着气，却不妨碍言语的恶毒。沈家你个臭娘吗？你以为你能摆脱我？哈哈哈哈哈！太好笑了，这么多年了还没找准自己的定位啊？知道谁是这个家的太子爷吗？你就瞎逼逼，你的肾只能给我，谁管你愿不愿意？沈家呀，别以为你书读得多就逃得出去。他的笑实在过于阴险。我皱了皱眉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感觉有人从后面给了我当头一棒，即刻只感觉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没了知觉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是在一个逼仄的房间里，脱皮掉色的墙皮，潮湿滴水的天花板，还有一个散乱摆放着的大柜子。我想动，却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床上。哟，这就醒了呀！大伯父夫妻俩笑呵呵地走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两个穿着白大褂、戴着口罩的人。你说说你，早答应不就好了，哪还用折腾这么一趟？你个小白眼狼，知道我专门找人取肾花了多少钱吗？也罢了，只要能顺利给阿强移植上，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我心下一凉，这是找了黑作坊，铁了心要我的肾了。什么都明白了，所有的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。为什么我爸非要我见沈强？为什么沈强会出现在小诊所？为什么我会被带走？手术马上开始，大伯父、大伯母被赶去了外边。麻药注射进身体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两个白大褂的对话。不是我说，真有人这么蠢呢？咱这次可赚翻了呀！可不，还以为这肾真给他儿子呢。我呸！给我5万块钱，还没道上的零头多呢。嘿嘿，小声儿点，怕什么？这都上麻药了。再说了，等会儿取肾的时候给他操作一番，还怕他有命说出去？我拼了命的睁大眼睛，却因为药物的原因，浑身使不上劲儿，逐渐意识不清。难道就这样了吗？难道我真的无路可走了吗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凭什么？药物注射完毕，我看着他们拿起了手术刀，然后我的衣服被一层层掀开，绝大的绝望裹挟着我。这些年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：母亲的去世，父亲的无条件偏袒，他们一次次逼我，而我一次次退让、逃离。终究是逃不掉吗？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下一秒，门外突然起了争执。
哎哎哎，你这人谁呀？不准进去，不准进去！你哪来的呀你？手术刀在划破我肌肤的前一秒停了下来，凭借着恍惚的意识，我看见一人破门而入，大伯父则在后边拼命地阻拦，几人混乱地扭打在一起。穿着白大褂的两人对视一眼，转身就想往门口溜。与此同时，警笛声响彻了整个厂房区，警察来了！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在医院住着这几天，张林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着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麻药劲儿有点大，再加上受到了不小的惊吓，本来很早就能回去的，但张林硬是要我留在医院多观察观察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就是叹口气，他都觉得我是不是有内伤没检查出来。哎哎哎，人家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，又对你这么好，怎么着？准备啥时候以身相许啊？朋友莎莎一边给我削着苹果，一边挤眉弄眼地打趣我。习惯了他这样，我倒是没什么，只不过张玲却红透了脸。莎莎姐，你就别取笑我了，我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。有点可爱是怎么回事？但不得不说，我真的得好好感谢张林。如果不是他无意间看到我被人送小诊所里扶了出来，多了个心眼跟了上去，又留了后手报了警，我真不知道现在会是怎么样的一副光景了。正想着，警察敲响了病房的门。沈小姐，有些详细情况还需要您配合指证，麻烦您跟我们去一趟警局。说来也巧，张林那天误打误撞的，居然帮助警察抓获了一直在追踪的人口器官贩卖团伙，与之相关的犯罪嫌疑人被一一抓捕归案，只剩下大伯父夫妻这俩嫌疑对象待进一步审查。在看守所见到了老两口，几日不见，他们似乎苍老了许多，一见到我，仿佛就走私犯勾结的行为。老两口似乎还不太敢相信，直到审判结果下来，牢狱之灾板上钉钉时，他们仍满脸的不敢置信。是啊，不就取个肾吗？这怎么就坐牢了呢？看着他们一脸恍惚的样子，我勾了勾唇。在你们将我送上手术台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没什么情分可言了。好好吃这公家饭吧，我亲爱的大伯父大伯母。哦，对了，堂哥应该等不到你二老出来了吧？真是可惜。不过我倒是可以好心把这个消息递给他，让他早些上路，也免得再受病痛折磨。你，大伯父红了眼，挣扎着就要站起身朝我扑过来，只可惜下一秒就被按回了椅子上。大伯母似乎是受不了这接踵而至的打击，整个人都恹恹的，神情恍惚，又哭又笑。警察同志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啊！都是他指使我做的，你把他抓起来，我不能去坐牢啊！我儿子还等着我救命呢。戴伯父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瞪圆了眼睛，把矛头都指向大伯母。沈长贵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我跟了你一辈子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大伯母受不了刺激，吼得撕心裂肺。呸！臭娘吗？警察同志，抓他，枪毙他都行，我可不能坐牢啊！求求你了，我儿子在医院等着我呢。戴伯父眼含癫狂般的祈求，回应他的却只有强制控制，真是荒诞又讽刺。我转身离开，不再理这一切。再次见到我爸，已经是大伯父夫妻俩入狱的好几天后了。因为我爸没有实质性的辅助行为，所以侥幸逃过一劫。出事后，他没联系我，我也没联系他，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沉默。因为我俩都清楚地知道，打破沉默的那天，大概也就是父女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。再次见到他，他似乎又苍老了许多。他把一张银行卡交到我手里，佳佳，是爸。
爸，对不起你，这张卡里是我这些年存的一点积蓄，就当我补偿你。我以为取个肾真的没什么的，我没想到你大伯父他们，我没想到，我真不知道这事儿原来这么危险。要是我早知道了，我早知道了就不让我给沈强捐肾了。我打断他的话，把银行卡塞回他的手里。他难堪的沉默代表了回答。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算了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只要你不再管沈强的破事儿，我可以原谅过去。面对自己的亲生父亲，我终究是心软了。我做到了一个女儿最大的包容和让渡，只可惜还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我爸面露难色，佳佳你堂哥他只有我了，你放心，放心，我不会再逼你捐肾了。只是沈强毕竟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孩子，香火不能断啊，我不能不管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已经没有从前的心累了，只剩下深深的疲倦和感情耗尽后的平静。随你吧。后来听乡里的人说，沈强最终换了肾源是我爸的，原来他也是配型成功了的，只不过我的肾脏更加年轻健康，所以他们当初一直在争取我。没想到我爸也是个备选，还是自愿的那种，真是荒诞又讽刺。手术成功后，听说沈强又神气了好一阵儿，身体恢复的初期就是烟酒不惧，混到跑吧，整个一副老子命不该绝的牛逼模样。在医院里憋了那么久，出去后大肆放纵自己的毒瘾，没钱了就往我爸那儿要，轻则哭穷装可怜，重则打骂只抢钱。好多人说看我爸可怜，劝我好歹回去管管，可是他们又怎么知道，这都是我爸他自找的。某个普通的下午，沈强并发症齐发，死在了赌桌上。据说死状十分可怖，到死时手里还抓着个骰子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。不知道我爸的境况如何了，我也并不关心。我能做到的，只有每个月定点给他打一笔赡养费，就当我偿还他生养我的费用，其他的做不到，也不愿意再做。周庄的乡里人人都说，沈家院里那孤老头子身体似乎不是很好，整日咳嗽个不行，一天到晚也不做什么，拄着拐杖在门口一站就是一天，浑浊的眼睛盯着绵延到尽头的村道，逐渐湿润。没人知道他在等谁，也没人知道他等的人还会不会回来。而这一切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我得到了公司的外派机会，动身前往另一个城市工作。一同前往的还有张林。机场里，大小伙子红着脸，有些难为情地开口：佳佳，你这次就和我回去见见我爸妈呗，他们人都特别好，真的，他们特喜欢你。我扑哧一笑，起身向安检门走去。看你表现喽。身后的张林挠了挠头，下一秒咧开了嘴跟了上来。窗外的晚霞给人镀上一层柔和的光。我有预感，我终于可以拥抱美好的新生活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